OK，今天超很荣幸邀请到我们的 speaker 于松环博士来帮我们做一个线上的演讲。那于松环博士呢，他所属的学校跟研究单位是 Max Planck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那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最主要是 focus 在 bioinformatics。今天呢，他为我们演讲的主题是 Analgesic, the three arms knife for RNA-seq based annotation of bacteria archaeogenomics. OK，那我们现在请松涵博士来为我们做介绍。OK，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基本上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有关一个生物资讯的一个分析的工具。那这个工具主要是应用在目前很常使用也非常重要的这个大数据的资讯的分析。那主要是用在 RNA sequencing 上面。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下简单的 background， 然后我们是 focus 在细菌跟古生菌的这个基因注释的提供。好，那我相信不是所有的audience 都是从 biology 来的，所以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background。那我相信之前也有蛮多的演讲者其实也有讲过一些 background。那如果我讲的不够清楚，大家也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些演讲者的讲的部分，他们都讲的非常的好，这样子。OK， 那好，那整个生物其实，它要能够有正常的代谢生长，需要经过一段的过程，也就是他们就是怎么讲他们所有的基因需要正常的发挥功用。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遗传物质其实都是储存在 DNA 里面，就是我们所讲的基因里面。那 DNA 它是一个双股螺旋的结构，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两股。那它 DNA 在复制的时候，它是会像拉链一样，这两股螺旋会被解开。那之后会以其中的一股当做 template， 那照着这个 template， 我们会有 DNA polymerase， 它会去读取上面的遗传密码，然后复制出另外一股，组成新的 DNA。但是 DNA 呢，要有这里面的这个怎么讲，基因要真的表现调控，其实大部分的情形，这还是需要走到蛋白质这个 level 的，就是这边一个 protein 的 level。那中间有一个中间产物叫做 RNA。那从 DNA 到 RNA 我们称为 transcription， 就是转录的部分。那很简单，也是一样 ，DNA 它会解开成为单股，那 RNA polymerase 就会结合在这个单股的 DNA 上面，然后去产生另外借着读取它们的遗传密码，然后产生另外一个单股的结构，我们称为 RNA。然后呢 ，RNA 它就可以跟 ribosome interaction 之后，借着 translate， 这经过一个 translation 的过程，中文叫转译的过程。那这些 RNA 就会跟正确的氨基酸比对之后，会结合成我们有公用的蛋白质。那这是大部分的情形。那现在这几年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生物这个在用大数据的方式来分析生物的一些的现象，或者是要了解生物调控的情形。那主要我们也可以把它大略的分为这三个 level， 就是 DNA level、RNA level 跟 protein level。那这些大数据的研究，我们就称为体学那英文就是 omics。所以 DNA 我们就可以组成 genomics，RNA 我们就有 transcriptomics， 那 protein 就有 proteomics。所以基本上呢，就像这样，就是 omics data 它在非常不同的 level， 它们都会有不同的omics data 的产生。那不同的 level 我们可以研究不同的项目，或者是不同的研究、不同的 study。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这个我们所得到的样本它的基因突变的情形，可能我们就需要做到 DNA level， 我们去看genome 它是不是有什么变化。那如果我们想要去看呢一些基因的突变会不会造成这个我们所想要研究 study 的样本的生物，它是不是会有表态性的改变？那我们可能就要做到 proteomics。所以不同的 omics data 它有不同的用处，那也不同的不同研究的方向。好，那讲到 omics data， 我们就需要讲到这个近几年有几个很重要的科技
技术的发展，导致这个 omics data 的出现。那一开始其实在1970年代左右呢，就已经有第一代的 sequencing 了，那主要是 focus 在 DNA 上面。就是呢，简单来讲，就是因为 DNA 它在复制的时候，它需要利用核苷酸4种不同的核苷酸，就是简单来讲是 C、G、A、T 这4个不一样的字母，其实代表了4个不同的核苷酸。那在复制的时候，这些核苷酸的应该说在这个 DNA 里面呢，这个4个核苷酸它的不同的排列顺序，就导致遗传密码的不同，那就会产生不同的产物。那Sanger 这个科学家，他就是利用不同的荧光来标示在这4个不一样的核苷酸。所以你可以想象啊，当这个 DNA 要复制的时候，它这个单股就会去接到这些有荧光的核苷酸。那之后这些荧光发出来，我们就可以借由这个荧光的侦测这个荧光，我们就可以知道它这一段基因它到底里面的序列长什么样子。它的遗传密码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讲就是这样。那这是第一代的sequencing，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第一代的 sequencing 虽然也是很大量的被使用，甚至现在也还在被使用中，但是它有几个缺点。第一个呢，就是它没有办法自动化，因为呢这些我们要做这个定序的时候，都需要先去 amplify 我们的样本，然后之后才能够去做定序。那在第一代的时候，它并没有办法做到自动化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呢，它的基因是需要是没有办法去做整体的基因，也就是我不能去在一个细胞里面，我把所有的DNA 拿出来之后，直接就去做 sequencing， 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们必须要，也就是我们需要先有一个 assumption， 知道 OK 猜测这段基因可能会有是我们所想要的，所以我们去定序。那第三个呢，就是呢，因为它在基因定序的方面呢，这个我们的 target gene 通常都是长度都是会有一定的长度，所以呢，就会在定序的时候会产生错误率的，怎么讲？错误率就会比较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哈，当我们如果有一个比较短的序列，也就是说它发生错误的可能性的机会就会比较少。但是如果我们的先天的基因是比较长的，那你当然你累积发生错误的几率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如果有做实验的听众，我们就会知道，就是如果我们再去做定序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在最尾端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的怎么讲 quality 的下降，其实原因就是因为错误率的累积。那所以有这些的问题虽然有这些问题，但是大家还是蛮常去使用它的。所以呢，到2000年初就开始出现了另外一个我们称为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就是为了解决第一代定序的缺点。那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它可以做到不同的 level， 比如说它可以做 DNA sequencing， 也可以做 RNA sequencing。然后呢，它可以去自动化的大量的复制我们所有兴趣的样本，不是只需要取一段特定的基因，而是我们可以整体所有的基因，我们夯不隆咚通通下去 sequencing 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它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它怎么做呢？就是很简单 ，DNA 和 RNA 其实类似。简单来说，就是一般我们把一个细胞拿来，然后我们去lysate 掉外面的东西，然后我们萃取出了我们想要的遗传物质，不管是 DNA 或 RNA， 然后呢，我们去把它打成片段，就是打成比较小段，通常是200到300的核苷酸的长度。那之后呢，我们去两端会接上 adapter， 那这个 adapter 它可以粘到 flow cell 上面，就是这一个片上面那可以粘非常多的 DNA。那之后呢，因着它粘上去，然后我们去接 primer 之后，它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做复制。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大量的 DNA 会群聚在这里。那之后呢，我们再去用机器去判读，我们就可以一下子知道很多不同的DNA 的片段是长什么样子。那一下子我们就可能可以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这个DNA 的片段就可以被我们 sequencing 出来。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很好可以去做分析的工具。那可能讲到这里呢，大家还是不太清楚它到底有什么用。那我简单的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让大家了解这个技术的用处，或者是它的强项在哪里。简单来讲，如果我们今天有2个人，一个是 normal，
就是一般没有生病的，也没有什么坏习惯的人。那第二个就是有抽烟习惯的人，那我们去取他们2个人的这个 genome 细胞，然后我们去做 genome，然后我们去取 genome，然后我们去做 sequencing。OK， 所以我们得到的 data 可能会长这样。那这2期都是 histogram， 你可以想象啊，这个高度呢，其实就是有多少个 DNA 的片段，我们称为 DNA reads， 它累积在这上面，所以越高就表示有越多的 DNA 累积在这里，那意思就是它的表现量越高。OK。那正好这边有一个基因 A， 在正常人的情形下，它并没有很高度的表现，但是在有抽烟的人身上，它有非常高的表现量。那就说出呢，抽烟会对这一个基因产生影响，会让这个基因活化，或者是促使它会表现量更多，那可能就会造成某些的疾病，甚至会造成癌症等等的。那你去对比基因 B 就没有这个情形。说基因 B 不是这个关键的基因。那在我们没有用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的技术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先确定gene A 它是我们想要研究的 gene， 然后我们去做 sequencing。那是但是在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没有任何的 hypothesis， 我们可以用 data driven 的方式去做，也就是我们先去做 sequencing， 我们知道这2个人他们一定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基因，没关系，我们就去做 sequencing， 然后我们再去做比对。那从这个比对的方向，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的 candidates， 然后我们再去做下游的分析。也就是我们借由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我们就可以从 hypothesis 的对不起，应该说 assumption 或者 hypothesis driven 的 study 变成 data driven 的 study。也这就是我们可以用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这种大数据的方式去增进或者去帮助我们做生物研究的好处。好，但是呢，其实这个sequencing 还是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做实验做完了，我们拿到了我们的 data， 然后呢我们去读取，我们发现的确有2个区块呢，它是有高度的表现量。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不晓得这2个区块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不晓得它是什么 protein， 或者不晓得它是什么 gene，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下游的分析了。所以呢，有没有可能呢，我们直接用这些sequencing？ 那我目前做的这个 tool 是focus 在 RNA 上面。那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用 RNA sequencing 的 data， 我们就自动化的去找出我们所要的 genomic features？ 哪里是基因？这个基因是什么？哪里是 protein？ 这个蛋白质是什么？有没有办法去做这种事情？如果有的话，我们才可以做下游的分析嘛。那好处是，其实怎么讲？但是现在呢，当然有许多的公开的一些 public database 已经储存了这一些 annotation 的资讯，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很容易的将它读到我们的跟我们的 RNA sequence 去做比对。比如说这边有一个 CDS， 就是 coding sequence 的意思，其实就是 protein 的意思。那这边有一个蛋白质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片段它其实是这个蛋白质的表现。OK good，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呢， RNA sequence 其实包含或隐含了更多的资讯，一些有用的资讯其实不一定都储存在这些 database 里面。那第二个是，通常这些 database 所储存的呢，都是 wild type 的 sequencing 的，或者是 wild type 的 annotation 比较多。但你有可能在这个实验里面，你的 condition 不同，我们做了一些的突变我们做了一些培养上的不同，导致我们的 data 可能不一样了。那这一些的 annotation 可能就不一定适用。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data 里面可以看到更多隐含的资讯，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启动子 transcript starting site， 简称 TSS。那这两边呢有 5' UTR 跟 3' UTR， 就是前端的不会转译出来的 region。看这边其实是有一段的转译的区块，但是只有这边是蛋白质，也就是这一段跟这一段是不会被转译成蛋白质的。但最近蛮多的研究都已经发现，其实这2个区块呢，它可能是一些调控的蛋白质它们会 interaction 的地方，它会去影响后面这个蛋白质的转译。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但是大部分的 database 都不会提供这个资讯那这边有另外一个这个非常高表达量的区块，那可能它是一个 non-coding RNA， 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来介绍这个东西。在细胞里面来说，我们叫做 small non-coding RNA 或 sRNA。所以有没有办法我们能够
integrate 这些 multiple 的 genomic features， 然后我们去产生一个比较高质量的一个 annotation 来帮大家让 user 都可以使用呢？而且是不是能够客制化，就是我是什么 RNA sequencing 就 based on 我的 sequencing 的 data 去做 annotation 呢？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不只可以知道这些 gene， 我们还可以知道它的 function 呢？那这些问题就是我们的 motivation 想要去设计这个 tool 的原因。那其实现在其实已经有许多的 tool 可以做这些做 annotation 了，但是他们都有一些缺点哈。大部分的 tool 他们都只 base on genome sequence，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只参考这个，就是有一些的比如说我们做细菌，有些细菌它已经知道它整体的遗传密码是长什么样子了。所以它只根据这个遗传密码，然后来去做分析，它不会去看有多少个 reads 去对比到我们所要的位置或所要的基因这些 information， 它不会去考虑，所以就导致呢所出来的这个 prediction 的东西不见得符合我们的需要，而且准确率通常比较不会这么的高。那第二个呢，他们也缺乏了系统化的比对，比如说呢，我们用一个 tool 我们去 predict 的一个启动子的部分，然后我们再用另外一个 tool 我们去 predict 的这个终止端的部分，结果呢我们发现这两个 predict 出来的 result 是有矛盾的，可能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那就说出他们明明不会系统化的去比对。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这个 analgesic 的原因，它是第一个 tool。我们是用 RNA sequencing 的 data 来去做 genome annotation， 那特别是针对 bacteria 跟 archaea 方面的研究。那现在介绍一下 analgesic 这个 tool 哈，那它的几个特性，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分析不同 protocol 的 RNA sequencing 的 data。RNA sequencing 它有很多不同的 protocol， 为了去做不一样的目的，那我们可以我们 integrate 了多种不同的 RNA sequencing 的 protocols。那第二个，我们去比对了很多现有的生物资讯的 tool， 然后呢，我们去做结合，甚至呢，我们去做变数的最佳化，然后呢，我们甚至如果有些的method 并不是太好，我们去做 improve。那如果我们所想要的 features 它并没有现有的 tool 可以 predict， 那我们就会去 create 一个新的。那这是一个 modular tool， 也就是说它是非常有弹性的。user 可以针对自己的需要，然后去建构你们自己想要的 tool， 然后来去做分析。那 interface 是 consistent 的。那最后呢，我们还会提供一些 statistics 跟 visualization， 让大家可以去去分析你们所generate 出来 notation 的一些的准确率跟资讯。所以呢，总体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产生一个系统化并且是高质量的 annotation， 然后呢能够 include 不同的 genomic features， 然后让 user 可以整体的去分析他们的 data。那简单的来讲，图示来说就是，比如说玩乐高这一块一块的 Lego piece 就是 RNA sequencing 的 reads， 那我们当然可以加上其他的 information， 但不是必要的。那经过 analgesic 之后，我们可以组装成各种不同的 model。那这些 model 就可以针对 user 的需要，你可以去组装你所想要的 model， 然后去做你的 prediction， 最终就是会给你一个 high quality annotations。那目前呢 ，analgesic 已经可以预测到超过20种不同的 features， 那准确率呢都大概 80% 以上。那今天因为不可能介绍这么多我们会针对几个 core features 介绍给大家。那这些 features 这几个 core feature 其实是我们常常会应用来 predict 其他东西的一个核心。好，在介绍 analgesic 之前呢，先介绍两个 protocol， 两个 RNA sequencing 的 protocol。那这两个 sequencing 对做 annotation 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当然，如果做生物的听众，如果你们想要直接用传统的 RNA sequencing 去做来做分析，也完全没有问题。只是我们觉得这两个protocol 可以帮助做 annotation。那第一个就是 differential RNA sequencing， 叫 dRNA-seq， 其实现在应用的量也非常的广。那简单来讲，就是 RNA reads 它其实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 type， 一种叫做 primary transcript， 就是有 triphosphate bind 在前端的部分。那第二种叫做 processing RNA， 就是它没有 triphosphate binding。那什么叫 primary transcript？ 就是如果你看这边这个图这个红色的线段其实就是 reads 啦，那就是它是在这个会转译的启动子的部分，如果它有包括在启动子的部分的话，它就会有这个 triphosphate 在这里。
那如果没有，比如说像这5个不同的这5个 reads 的话，它就是这种在中间的部分。OK， 然后我们加上一个酵素叫做 TAX， 它会把这个 processing RNA degrade 掉。所以呢，就着没有 tag tree 的 library 呢，它的primary transcript 跟 processing RNA 的比例是会不变的。但是在 tag tree library， 整个比例就 primary transcript 就会比例就会被 enrich 就会被提高。所以当我们去做 RNA sequencing 之后，我们去比对这2个 library， 就会发现在启动端的部分呢，这个 tag tree 的 library 会明显的比 non-tag tree library 来得高。那这个就可以让我们很快的去判断哪里是启动的开始，转录的开始。好，那如果我们知道转录的开始，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后面可能会有一些的基因，可能会有一些 UTR 是一些非常重要的资讯。OK， 而且这个 resolution 非常的高，是可以到 single nucleotide。那第二个protocol 是 RNA sequencing with transcript fragmentation。一般的 RNA molecule 大概是我刚刚讲大概200到300个 nucleotide。那我们直接去做 sequencing 的话，常常会发生这个情形，就是我们会 lose 掉 3' end 就是尾端的 information。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 reads 像我刚刚讲的，长度越长，发生错误的几率就会越高，或累积率就会越高。那为了有时候错误的比例到达一定的程度，我们就很难用这些 reads 去判读它是在 genome 的哪一个位置，因为这个mapping 的分数都不高。所以通常我们在做 mapping 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 quality trimming， 就是把这些错误率或者是在做 sequencing 的时候 quality 比较不好的部分，我们把它 cut 掉 remove 掉，然后只用剩下来的部分去做 sequencing。那因为被 cut 掉了，所以3' end 的 information 就会被 lose。那如果我们先做一个 fragmentation， 让这个 RNA reads 变短，通常我们会slim到80到100。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让这个被牺牲掉的 nucleotide 的数量能够被减少，那就会使我们能够去detect 到整个 gene transcription 的 location， 从头到尾可能我们都可以 detect 到。那这可以帮助我们去看到底哪一些真正的区段，这个转录的区段在哪里。OK， 那是这2个 protocol。好，那进入这个我们的 core feature 哈，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feature 就叫做 transcript boundary detection。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 boundary 就是边界在哪里，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很容易的去判断这个基因到底它的位置或者它的长短，所以 boundary 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启动子 TSS 来说，就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如果有 dRNA-seq 的话，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判断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比较常用的生物资讯的分析 tool 有3个，叫做 TSS Predictor、TSS-SAR、TSS-SER。那我们有去比较之后发现 TSS Predictor 是最好的，准确率最高的一个 tool。但是问题就是呢，它的 parameters 非常的多，而且它的 parameter 非常的灵敏。我们如果改了一点点呢，整个 result 会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做 optimization。那之后我们等一下下面我就会再介绍这个部分。那 terminator 就是终止端的部分呢，有一个非常常用的 tool 叫做 TrainTurn-HP。那这一个 tool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只用 genome sequence 去做 reference sequence 去做 predictions， 所以准确率并不是太高，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的 improve。那之后呢，如果我们的样本在 database 已经有储存了 protein 的资讯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读取。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用 RET 这个 tool， 它是可以将这个用亲缘较近，然后又有 annotation 的样本或者是这个怎么讲物种，然后我们把它 transfer 到我们的 target 物种上面。那因着我们有了这个刚刚讲的 fragmentation 的 RNA sequencing， 我们也可以容易的判读哪里是 transcript。那最后就是我们两项去比较，我们有启动子了，我们有蛋白质了，我们有 transcript 了，我们有 terminator， 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能够找到哪里是 3' TR， 哪里是 5' TR。那这个就是简单的去看我们如何能够找到 boundary。那我们就详细的来看这些 feature 的 prediction。第一个是 TSS， 我刚刚讲的 TSS 就是tool 就是 TSS Predictor。那为了要做 parameter optimization 呢，我们使用了一个 machine learning based 的 optimization 的方法，叫做genetic algorithm。那 genetic algorithm 这是变形，我等一下会来介绍。简单来讲 ，genetic algorithm 就是用2种不同的变化来达到 optimization 的目的。简单来讲，比如说我们今天有这个黑线就是代表所有的结果，就是我们所有的 parameter
排列组合所有的结果都是就构成这一条线，那每一个点它都是一个 parameter 的结果啊。然后呢，越低的部分表示越差 ，performance 越差；越高表示 performance 越好。好，那一般我们传统的做法就是我们会 randomly 取一个点，然后呢，我们可能加1，之后我们发现2的结果比1好，我们就 keep 住2，然后我们再加1，发现3比2好，所以我们就 keep 住3。这种传统土法炼钢的方法，我们一直做会做到这个点，对吧？然后我们再加1，我们就会发现，结果好像没有之前的好，我们就留下之前的，然后我们就一直做，就会发现都没有这个好，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是 optimization， 这是最好的 optimize 的点。但是我们这边还有另外一个点，其实比它更好。那我们所以它并没有办法真正找到 optimization 的，就是什么 optimize 的部分。那genetic algorithm 的概念是怎么呢？就是我们一样 randomly 取一个点，但是我们有一个巨观的改变。那这个巨观的改变就会 randomly 去assign parameter， 所以你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可能跑到这个点。那我发现这个比这个好，所以我们就 keep 住2。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调一个微观的加1，我们发现3比2好，我们就取3。之后再 random 再加1，再 random 再加1，自然而然我们慢慢就会跑到这里来。所以简单来讲呢，就是借由这种 global change，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找到 global 的 optimization。那微观的调帮助我们去找到 local 的 optimization。所以当我们两者结合之后，我们就可以找到最好的 optimization 的方法。那因为 TSS predictor 呢，它的 parameter 实在太多了，所以呢，我们就稍微变形了一下这个 genetic algorithm， 就是我们多了一步，我们有一个 global change， 就是我们 random assign 所有的 parameters。那我们去做 evaluation， 然后呢，我们只取几个 parameter 去变化，一样 randomly assign 几个，不是全部的，然后我们称为 large change， 然后我们再做 evaluation， 之后我们再做微调，再做 evaluation， 这样 大概 run 了几千 run 之后呢，我们就发现 data 这 result 收敛了，我们就会得到我们的 optimized parameters。OK， 那这是我们的结果，我们用在3个不同的bacterial strain， 尽管是葡萄球菌等等，我们会发现这个经过 optimization 之后的 sensitivity 都大幅度都有提高，特别是这个 Campylobacter jejuni， 我们提高了30%左右的 sensitivity。那在 specificity 的部分很难看出什么变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data set 是非常的 unbalanced。你可以想象一个 bacteria 它可能有100个核苷酸，但是它的启动子可能只有1000个，那也就是说有90几万个 nucleotide， 它其实不是启动子，所以是90万比1000，这是非常的不 balance， 就会导致它的 specificity 一直都很高。因为你只要一直都说它不是启动子，它其实也是预测的准确率也是很高的，这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伪阳性的数量，我们就会看见它，比如说在金黄色葡萄球菌这里的下降的数量大概下降了2000个左右我们可以 remove 掉2000个伪阳性。OK， 那这是启动子的部分。那我们来看这个 transcript， 就是转录区块的部分了。因为我们有 sequencing 的 data， 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出它这个基因表现的量。所以我们就可以去设一个 cutoff， 就是只要高过这个 cutoff， 我们就确定它是有表现的。我们会设一个 cutoff， 原因就是其实有一些的 mapping 它是 noise， 它是 random mapping， 所以我们必须要扣掉这些部分，所以我们就给它设了一个 cutoff。那另外我们也设了一个 tolerance， 就是如果这个表现量有一个短暂性的下降是我们可以容忍的，那我们就可以连接出几个transcript 出来。那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基因做比对，因为通常一个基因它转录它就应该一整个一起转录了，它不会像这样转录到一半停了，然后就跑出另外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就可以借由这个基因的的资讯帮我们去做连接，这就是我们做这个 transcript 区块的这个 prediction 的方式。那最后讲到这个中子端那其实中子端有一个很常用的 tool 叫做 Trend-Turn HP， 但是呢我们发现当我们用在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时候，它只有 70% 的准确率，其实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太高。所以呢我们就去做了一件事，因为我们有 RNA sequencing 的 data， 所以我们可以很直观的去判断说，如果这边是一个中子点，那它的表现量应该会明显的下降或是结束，就是不再转录了，对吧？所以我们就去看这个最高点跟最低点，它应该要有一个 decreasing， 如果有我们就说这个是正确的terminators，
但是呢，问题就是有些 Trenton HP 它预测出来的 terminator 是长这样，就是它是没有终止的，也就是说这个 terminator 要么是假的，要么是它在这一个condition 这个样本里面它没有作用，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表现。这个基本上这 CDS 是没有表现的，那这个 terminator 自然也没有 function 啊。所以藉由这个方式，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 specificity， 然后可以 remove 掉一些伪阳性。但是呢，我们如何增加 sensitivity 呢？其实我们又加了我们就加了一个很简单的判读。举例来说，如果今天我们有2个蛋白质它方向是相对的，那很自然中间应该要有一个中指端，否则它就会一直这样子转路到这边来，那这个方向是完全是相斥的，那就会有个问题。所以这边理论上来说，应该要有一个 terminator， 大部分的情形应该是这样子。那 terminator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就是它会长这样，就是 hairpin loop， 我们讲 hairpin， 就它会有一个很稳定的2级结构。所以我们去 search 这个部分，这个位置，这个2个 protein 的中间是不是有这个2级结构？如果有的话，然后呢，它的这个基因的表现量，就是 RNA sequence 的表现量也有这种下降的情形呢，我们就判定它是一个 terminator。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增加 13% 的这个 sensitivity， 所以整个 terminator 的 prediction 的准确率就可以提到大概 80% 左右。好，那这个是我们的真实的一个 example 这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一个 example。你可以看红色的这个 histogram， 它就是我们讲 fragmentation RNA-seq， 你可以看到它 cover 整个 transcript 可以 cover 这一个区块。那一般的 RNA sequencing， 这是 differential RNA sequencing， 你就看到它没有办法，它有 lose 掉了很多 3' end 的这个 information。好，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dRNA-seq 藉由这个 text tree 跟 non-text tree 的比较，我们可以知道 TSS 在启动值在哪里。你可以看很明显的有 text tree 的 library 很明显的高于 non-text tree 的 library， 所以这边是一个 TSS 在这里。然后呢，我们用 terminator prediction， 我们找到 terminator 在这里。那 CDS 就是 protein 在这里，那自然而然我们就知道 5' OTR 跟 3' OTR 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case。那有了这一个 feature 呢，我们可以 extend 去 predict 更多的东西。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可以 predict 哪里是转录子，哪里是 operon。你看这边，比如说这个例子就是这边有一个 transcript， 有一个整体转录的区块。那在这个区块里面有2个蛋白质，意思就是呢，这2个蛋白质它是一起被转录跟转译出来的，所以这2个蛋白质很有可能它们在功用上是有相关联的。那再来呢，我们也可以找到 promoter， 那 promoter 它是会加速或促进这个我们做转录转译的这个过程，所以通常它是在 TSS 就是启动子的前面大概35到50个这个核苷酸的位置。所以当我们已经有了 TSS information， 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去萃取出前面或者截取出前面这些 sequencing， 然后我们去做这个promoter 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找到的确它有一个非常特定的 sequencing 的密码 TAAT， 这个在在 bacteria 我们称为 Prenobox， 它是一个 promoter。OK， 好，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transcript boundary 了。那有的时候会很有趣，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很高的表达的区块，但是不是蛋白质，那到底是什么？这是近几年来非常非常夯的一个题目，叫做 non-coding RNA。不管在哪个领域，你做真核，你做细菌都会牵扯，都会想要做这方面。什么叫 non-coding RNA 呢？就是我们刚刚讲传统其实应该是 DNA 转录成 RNA 转译成蛋白质，但是呢，出现了一个特例，就是 DNA 转录成 RNA 之后，它会产生一个很有趣的2级结构，然后它就有 function 了，它不需要转译成蛋白质，它就有 function 了，它可以去跟 DNA 做 interaction， 它可以跟这个 RNA 去做 interaction， 它可以调控非常多不同的东西。你可以看在这个细菌来说，在 small RNA 的研究上，从2000年到2016年，这个 publication 的数量是呈指数型的上升，说出它是非常重要的题目。所以呢，我们用 analgesic 也可以去判读 non-coding RNA。那怎么做呢？因为 non-coding RNA 就着它位置的不同，会有不同的 type。
那这些 type 我们等一下可以用 example 很简单的让大家看。那简单来讲，就是有 intergenic 的位置，就是它是属于像孤岛一样，没有跟任何蛋白质有相连的。好，那如果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很直接的判定它很有可能是 small RNA。那当然我们会去看它的长度。small RNA 的长度通常是在300到500个核苷酸以内，所以如果它没有任何跟蛋白质有任何的接触，然后它又高表达，然后又有启动子，长度呢又是小于300到500，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判定它很有可能是 small RNA、small non-coding RNA。那如果它的距离过长，我们就会去看是不是有一段的部分一个点呢，是它有这个明显大幅度的表达量的下降。如果有的话，很有可能这一段是我们没有 predict 到的 terminator 啊，那所以这边可能是 small RNA， 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它是一个 processing site 啊，就是 processing site 就是它有 enzyme， 它会把基因切掉，让它就这一段就是拿去做 prediction， 就是它会把这段切掉，然后这一段成为一个有 function 的 siRNA。如果这个情形，我们也觉得它有可能是。那另外一个位置是在 UTR drive， 就是它会跟 protein 一起转录，对不起，但它不会转译成蛋白质的区域。那在尾端的部分，如果它有 TSS， 就是已经到尾端，明明到尾端，可是它又有一个启动子，或者是它有一个 processing 会切掉的，那它就很有可能其实它是 small RNA 在尾端。那在前端呢，是它如果有启动子，那尾端在要到达 protein 的时候，它有一个 processing site 在这里，或者是它有一个表达量明显的下降，我们也觉得它有可能是 small RNA。另外就是 interCDS， 就是它是两个蛋白质，它是一起转录的，就像前面讲的这个，它是一起转录的两个蛋白质。然后在中间的这个区块呢，跟5' UTR 很像，它如果有启动子，又有 processing site associate， 或者是它尾端它有这个明显的表达量的下降，那它也有可能是 small RNA。好，那我们来去看看我们的这个 algorithm work 不 work。所以我们就应用在了几个strain 里面，几个细菌里面。首先呢，这个是一个 intergenic small RNA， 你可以注意去看，在这个transcript 是非常明显的高表达哈，然后有 TSS 就是启动子在这里。那我们去截取了这一段的 sequence， 我们去database做比对，就发现它是一个已知的 small RNA。那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已知的，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未知的一些 novel 的，比如说这里它一样是有表达，那一样有 TSS 在这里，但是没有人发现，它没有被 report 过它是 siRNA。但很明显的，它如果有表达量，一定有什么东西在那里，所以它很有可能是没有被发现的 small RNA。那这个是在 5' UTR， 你可以看到它在前端的部分，它是一个转录在这里，蛋白质在这里。那前端未转录的区块有一个非常极端高的表达区块，然后我们去切开来看，然后它这边就有一个很快的下降。我们去切它来看之后，发现它是一个已知的 small RNA。那这是 3' end， 已经到了尾端了，却有一个极度高的表达量。然后我们去看也是一个已知的 small RNA。那这个是 interCDS， 是两个 CDS 它是一起转录的，你可以看到它是一起转录的。那在中间的部分呢，有一个突然高的表达，那也有一个 TSS， 然后我们去看它也是一个已知的 small RNA。那这是 antisense， 我刚刚没有讲到 antisense， 基本上就是它在一个方向有 protein， 比如说它在这个方向从右到左这个转录的方向啊，这个如果 histogram 是往下跑的，就表示它是这个方向的，那它是一个 protein。但是在它的相对的方向，从左到右的，它也有一个区块是表达的，它们是有重叠的。那我们去看，发现这边其实它也是一个 small RNA 啊，那我们就称为它叫 antisense small RNA， 就是它是有跟蛋白质在方向上不同，彼此有重叠。OK， 那既然我们都看到这些 case， 我们就想要知道，那我们的准确率到底是多少嘛？所以呢，我们就去比对了4个不同的细菌，那他们都已经有已知的 small RNA 的 list 了。那我们去 predict， 我们就发现我们 detection rate 大概可以到 80%， 根据不同的物种不同的 percentage， 但是80到 90% 我们都可以 detect 到他们所已知的 small RNA。那已知的没有问题，那未知的呢？我们会不会有产生了很多的伪阳性呢？所以我们就跟 NIH 有了合作，那他们用我们的 tool 来分析Bordetella pertussis 也是一个细菌，那么他找了15个
他们觉得有可能的 small RNA 的 candidates， 其中呢有一些是他们觉得有可能，但是Analgesic 没有预测到的。如果你看到有 ID 的 Analgesic ID 就是我们有预测到的，那没有的，就是我们不觉得它 Analgesic 不觉得它是的。那结果呢，就是有大概10个是正确 predict， 就是真正是什么 RNA 或真的不是什么 RNA 的。所以呢，大概有70%的准确率。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个 case， 我们都觉得非常有趣的 case。那这个是2个蛋白质在这里，在中间呢有一个非常高表达的 small RNA， 我们预测它是 small RNA。OK， 那它的长度大概是67 nucleotide， 就是67个核苷酸长。然后很有趣的是呢，我们知道这个 Mexion sulfate 呢，它是已知会抑制这个致病因子的表达。所以当我们如果没有加 Mexion sulfate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 small RNA 是存在的，67有一个很强的 signal， 表示这个 small RNA 是真的存在，它是真的会function的。但如果我们加了 Mexion sulfate 之后，因为致病因子被降低了，你就发现这个 small RNA 的表现量也降低了，就说出这个 small RNA 它是跟致病有关的。然后呢，已过的研究又发现呢 ，BVGAS 它是2个叫做 two component system， 他们会去 interaction， 然后会怎么讲？会促进致病因子的表达。如果我们去 mutate 掉这一个 BVGAS 的时候，你就发现呢，不管有没有加 Mexion sulfate， 这个sRNA 它的表达量都降低了，也就是说出这个 small RNA 它也会被这一个 BVGAS two component system 所调控。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叫 HFQ， 它是一个 global small RNA binding chaperone， 就是它会跟很多个不同的 small RNA 做 interaction， 那目的是帮助这些 small RNA 去 bind 到它的 target 上面去。所以呢，当这个 HFQ 被 mutate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 sRNA 下降的更多了。所以这边就可以很简单的推出一个 hypothesis， 就是这个 small RNA 它是跟致病因子有关，它会跟 HFQ 做 interaction， bind 到它的 target gene 去，那它也会被 BVGAS 所调控。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实 Analgesic 我们所 predict 出来的 novel 的 small RNA 也是有一定的准确率。好，那除了 small RNA， 我们也可以当我们刚刚讲的 predict 20种嘛，对不对？20个不同的 genomic features， 所以我们就去比对各个不同的 feature 它们的 database。那大部分的 database 它有 E. coli 这个大肠杆菌的数据，所以我们就用大肠杆菌去做。那我们有用 differential RNA sequencing， 或者是我们只用传统的 RNA-seq。那大部分的准确率都可以达到 80% 左右的 prediction 的准确率。但是有2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叫 TSS， 就是启动子，一个是 promoter， 一个只有 6%， 一个就是 39%。但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啦，因为 promoter 跟 TSS 是有关联的， promoter 通常在 TSS 上游35到50个核苷酸长度的地方嘛，所以 TSS 不好， promoter 当然也会不好。那为什么不好？我们就去看。那这个是在 public database RegionDB 的3个 RNA sequencing 的 data， 他们所 list 出来的 TSS 的 list。那你就可以发现呢，他们有非常大的分歧，只有43个启动子他们是都可以找到的。那有很多大部分的他们是各自为政的，是没有任何重叠的。那我们就怀疑了，这个 data 应该有问题，因为他们都是 E. coli 嘛，怎么可能差异会这么大？所以呢，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去把所有这3个 database 加上我们 Analgesic 所 predict 出来的 data， 就是这些 TSS data， 我们都去往前去找 promoter， 看能不能找到 promoter。结果呢，就是像这样，这3个 dataset， 他们都没有办法找到前面有 promoter 的存在，但是在 Analgesic 有 80% 的 TSS 都能够都跟这个 promoter 有 association。就由此可以知道呢，这3个 public data set 其实是有问题的。那 Analgesic 也反向的证明了 Analgesic 它其实是在准确率在提供 Analgesic annotation 上面，它是一个 high quality 的 annotations。OK， 那我想就介绍到这里。那其他的 features 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都可以讨论，我们即兴讨论都没有问题。那最后我想稍微给大家一点的 report，
给大家一点广告哈，欢迎大家来使用的 tool 了哈。基本上就是这样，这个我们的 Analgesic 已经被 integrate 到 NIH 的生物资讯的list 里面了，所以 NIH 也可以非常自由，他们也非常常用我们的 tool。然后呢，第二个就是 LabOne， 它是一个组织，它会去收集各种不同生物资讯方面的软件啊，他们只要收集到的软体，他们就会去做 voting， 就会让这个就是有参与或者是会员，他们可以去 vote 他们觉得比较好的 tool。那我们在被周录的那一周的 voting， 我们是前 top 3的位置。然后另外呢 ，Analgesic 也被 RNA-seq blog 所report， 让我们有 preprint 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被 report 到RNA-seq blog。那这个 blog 也是非常多人在看的。那另外呢，我们现在这个 Analgesic 已经被应用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种不同的细菌跟古生菌的研究上面。那很多也都已经出版了 paper。那有一些这个 tool 呢，也开始用我们的 tool 当做一个standard， 因为我们是第一个 tool 用 RNA sequencing 去做non-coding RNA 的 prediction， 所以他们也开始 integrate 这些Analgesic 的 tool 或者比较我们的 tool。那最近有蛮多的 paper 都已经发表，那我觉得这个欢迎大家来使用这个 Analgesic 来帮助你们的研究。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也都会我也会去回复。那如果我有 bug， 也欢迎大家告诉我，然后我也可以去修正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的 GitHub， 就是基本上 Analgesic 就存在这里，它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大家可以任意的使用你要修改或怎么样都没有问题。那如果有任何问题，这个 issue 你们也可以 open， 那我也可以定时的去看，去 upgrade。OK， 好，那最后简单的来 summary， 就是Analgesic 它是第一个 modular 跟systematic 的 RNA-seq based 的 tool 来做genome annotations， 那主要是 for bacteria 跟 archaea。那我们比较了很多不同的 tool， 然后我们 integrate 了最好的一个。那我们也 create， 然后 improve 这些 method， 我们不止 integrate 它，我们也 improve。那我们可以系统化的去比对，去 detect 多种不同的 genomic features， 然后我们也 optimize 必要的 optimize 来这些 parameters， 然后是 modular tool with a consistent interface， 所以 user 可以很自由的去运用，去做你们想要做的 feature detections。然后我们 provide statistic 跟 visualization 供大家参考。OK， 最终就是给大家一个 high quality 的 annotations。那未来我们盼望可以继续做的就是应用 deep learning 来 improve 我们的 predictions。deep learning 它是一个 up to date 的 machine learning 的方法。那另外的就是我们也希望可以再 integrate 更多 RNA-seq protocol 的 data 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预测的准确率。那我们也希望能够 extend 我们的 function 能够到病毒跟真核生物的研究上面。那最后感谢一下我博班，这是我博班的题目虽然我已经离开博班一阵子，但是这个我们一直都有在 update。那这个是我博班的老板那他底下的人帮我，这个有3位是帮我们提供我研究实验 data 的。那这是我们的 bioinformatics team， 那 NIH 的2位帮我们做实验合作的对象。那这是我现在的老板虽然我现在已经跳到做 proteomics 跟 multiomics 跟 single cell 方面的东西，比较少碰 RNA 这个 bacteria RNA sequencing 的部分，但是它还是给我们大的自由度，可以去 maintain 我的 tool upgrade 我的 tool， 所以也蛮感谢他的这样。好，那我大概就讲到这里。那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很欢迎，然后可以一起讨论这样子。谢谢。OK， 感谢那个松环帮我们做这么精彩的演讲。OK， 那现在听众有没有人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然后提问。OK， 如果没有，我先有吗 ？OK， 是不好意思，我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周佳安，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谢谢。请问有听到吗？有，请问一个就是您有提到说那个有一个是 TSS optimization， 就是做参数的调整。请问那个，因为我最近也是被老板交代要分析 proteomic data， 请问那个调整是指说比对我们自己跟验出来的东西跟资料库比对，也是去算它的 p value 跟 z score 吗？
哦，你这个部分是怎么讲？比因为较没有这么复杂哈，因为是我们的这个 Web Lab 的怎么讲 member，他们很认真的，真的去一个一个用肉眼去比对这个 RNA sequencing 的 data，所以他们很确定的找出了肉眼比对之后的 set，所以这些 set 就是我们的 golden standard，所以我就去比对这个 set，然后去算 sensitivity 跟 specificity。哦是对，所以我也没有用到 p value 这方面的东西。对，但是如果你是做 proteomics 的话，很有可能你需要去比对 p value，但是这个详细要怎么做，我们可能要知道你研究的目的，还有 optimization 或者是你们做这个 optimization 的方法是什么，才可以去判定。谢谢。好，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感谢你提供这个 Majestic 这么一个 powerful high quality 的一个 annotation tool 哦。那我在想说，因为现在这一阵子，因为你这个 annotation 现在你刚才讲的是主要是针对于 bacteria 还有古细菌嘛，对不对？对那现在有一个很 top 的一个 subject 就是 microbiota，OK？就对，是我们现在就是在探讨说，人体内的这些肠道细菌、这些益生菌的种类，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免疫、我们的一些对疾病的 response。那我在是。想说，你这个 Energistic 有没有被 apply 到这方面的一些研究上？目前还没有，目前还没有，因为怎么讲？通常我们做 microbiota 应该是会想要知道，比如说我们不同的patient，他们的，比如说我们研究肠道，我们想要知道他肠道的菌丛相有没有改变。那这个东西对 annotation 的要求比较不高，所以他们通常会去看菌丛相的改变，去做 statistic 的分析。嗯哼。对，可是这个方法，它可以研究这些菌丛里面的一些就是 RNA 的表现的多寡，或是它有哪一些 RNA 的表现吗？可以利用这个 tool 吗？可能没有办法，哎，因为如果要去做看 RNA 的表现，其实我们去做简单的做 mapping，我们就可以得到这嗯哼。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讲这个我们刚刚讲一开始看的这个 histogram 的部分了，就是可以得到这个东西了。那通常我们做就不会去做到有需要去看到 non-coding RNA 啊、UTR 等等的，比较少。但是当然，如果他们有人想要用也没有问题，也是可以去做的，也是可以去分析，绝对没有问题，可以使用的。只是我我只是比较少，几乎没有看到有人会去做到用 microbiota 去做到想要去看 non-coding RNA 啊，或者去看这个 UTR 或看 binding sites 之类的，比较少。通常是直接去看菌丛相的改变会比较多。对，了解。好，谢谢。那请问还有人有任何的疑问吗？OK，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感谢松缓今天给我们的这次演讲。那我们期待下次如果你还有机会啊，可以再来我们 Tara 给一次你最新 update 你最新的 research。OK，好，谢谢。谢谢。